锦绣芳华，没人能从12集笑着走出来。我真的再一次叹服杨紫的演技，真的演得太好了，太真实了。12集的这一场对峙戏，杨紫眼眶充血，青筋暴起。不同于第7集的那场隐忍的哭，这一集毁灭式的哭，代入感真的又上了一个 level。何为芳得知母亲被害真相后，与仇人吴伯当场对峙，这一段长达10分钟的剧情，从压抑质问逐步升级至崩溃爆发。杨紫很好的呈现出了4种情绪转变：一、瞳孔震颤，在得知真相的刹那，拳头攥紧，眼眶皱缩如针，眼中血丝瞬间爬满。此刻他强作镇定，进一步来捋清真相。2、嘶吼爆发，在跟随仇人一幕幕回忆了母亲离世真相。你一举家俱丧，就让我母亲为你家人陪葬。此刻的何为芳眼神冰冷，杀意渐起，直到吴伯的这一句：只能怨你母亲的倒霉，是我母亲怜你不幸，是你是非不分。这一刻，何为芳心里的仇恨防线被彻底冲垮，他再也忍不住，彻底爆发。3、生理失控。可以说，此时何为芳已然失去理智，剧烈的情绪释放导致声音与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，这是一个人神经系统被极度悲痛所击穿的最原始的生理反应，眼眶急剧充血，声带撕裂沙哑。这一刻，他只要仇人死。4、心如死灰。直到蒋长阳突然出现，用身体挡在仇人面前，他才知道原来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吴伯也是可怜之人，我不能让你伤他。蒋长阳的字字句句就犹如这把匕首，反向刺进了何为芳的心。他们2人皆是丧母之人，何为芳自认为蒋长阳懂他，到头来终是被蒋长阳的一句放下彻底击溃。他如何能放下？他如何敢放下？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一个不辨忠奸、不明事理的人。只这一句，此刻恨意与爱意之上，在失望与无助交织的眼神中，你我2人到此为止。真的，杨紫真的一次次的带给我们观众惊喜。我想不到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把何为芳演得这般好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2集方明远一直在误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但是后面剧情也肯定是会有反转的，赶紧的吧！利刃出鞘，犹如圣人亲临，我看你们谁敢！朋友们，锦绣芳华看完4、5集，信息量也太大了。前夫哥下毒陷入纵火，蒋长阳入狱，何为芳持剑护符。第5集的这段霸气护符，杨紫演技高光再加1。前夫哥带人强行搜符，何为芳携圣人御赐宝剑反手抵住流畅脖颈，利刃出鞘，犹如圣人亲临。这段剧情跟之前蒋长阳守望宝剑形成完美闭环。这里必须再一次夸一夸杨紫的演技啊，尤其是这一段台词，字字清晰，铿锵有力，不看字幕了听得清清楚楚，重音落得恰到好处。此刻的何为芳坚韧果敢，破釜沉舟。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便让你血溅当场。一个字，绝！话说第2集里，何为芳前脚刚进牢狱被折磨了一把，后脚蒋长阳第4集又被诬陷下狱。你夫妇2人可这打卡来了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剧情节奏真的太快了，不出1集就能从入狱到出狱，而且并不突兀。虽然节奏飞快，但其中并不缺乏逻辑，缘由明了。这2集方明远扬的真挚情感，没有人不感动吧？经历了这诸多曲折，他们已然从契约夫妻到灵魂共振。这段谈话是小夫妻间最走心的双向漫步。何为芳费尽心思却不得入狱探视，而雪溪仅是一掌不准令牌便可随意出入大理寺。通过何为芳的微表情，不难看出他这一刻是有点自卑的，或许算不上自卑，但是一种无力感。他跟蒋长阳身份地位的差距让他想往后退缩。我作为一只狐狸，我再努力也只能解决岸上的事情，水中的鱿鱼受了伤，我想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蒋长阳的一句你又怎知我不是另外一只狐狸，我真正需要的是我的同伴在岸上拉我一把。这里2人的对话太真诚太美好了，可以说这段对话也是2人情感关系的一大催化剂，是比我爱你更狠的契约，是祸福同担的生死捆绑。另外看评论我才发现锦绣芳华一共才24集嘛，这够谁看的？我斗胆代替尊贵的会员们跟导演说一嘴啊，再拍他24集。果然打败杨紫的还是杨紫。锦绣芳华一口气看完3集啊，没白等，不够看啊！开局14广真的太牛了。服化道依旧延续上一部的大唐美学啊，剧情节奏快到飞起。前3集里就融合了婚后日常、宅斗之祖、下狱受刑、神级反转、女性互助等等，每一集都有高能，每一集都有名场面。我们何为芳还是那个何为芳，他会在自己身陷囹圄之时冷静分析，静待时机。他会注意切实的可疑之举，抽丝剥茧，机智应对。前3集给我一种看短剧的爽感啊。第3集里连州送牡丹的这对杯盏，实则是内里荼毒想加害牡丹。我们观众也是看着牡丹亲口喝下这盏中的酒，果不其然，当晚毒性发作。我还在想这一局何为芳要怎么破，人都这样式，结果下一秒剧情大反转，镜头里何为芳气定神闲地走出来与连州当场对峙。原来这场计谋何为芳早就识破，只是将计就计，清除祸患。这里何为芳并没有借夫君蒋长阳花鸟使的身份破局，而是自己亲自捋清关系，暗中调查，一步步掌握主动权。所以这出剧情也再一次具象地表达了何为芳的角色魅力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救自己，我无需依靠男人，我自己可以。另外锦绣芳华是怎么做到让人又哭又笑的？
你会为何为芳的大义凛然仗义直言而感动，同样也会为蒋长阳的争风吃醋逗趣表现而捧腹。绿茶弟弟诬陷何为芳一句姐夫在此，哄得蒋长阳晕头转向，内心暗爽，嘴角压不住，根本压不住。一会儿化身情话制造机疯狂输出，一会儿给爱妾送罗店手串，一会儿又是化身妻管严小怂包。蒋长阳也不像演的，放明远洋真的上大。所以看完前3集，反套路爽感就已经被精准拿捏，商战线、朝堂线也正一层层揭开，女性冲破时代枷锁的主旨也很好的表现了出来。放心追剧，好好看的。